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45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来自安踏的水花五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水花这个系列作为安踏夏季的主打鞋款，在今年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一上来就直接打骨折。现在300左右，大家就已经可以买到这个鞋款了。在价格方面，踏子是真的能出。在外观方面，相比较上一代水花4代的有棱有角，这一代显得格外的圆润一些。当然，这个系列在外观方面的传统依旧保留了下来，环绕式的绑带、球鞋中段大面积的 TPU 以及中底的镂空处理。这一代不仅在外观方面比较圆润，在鞋身上你还能找到非常多这种圆圈的元素，比如说鞋舌上面这一个圆形的开孔，大底上面也有多个圆形的开槽，连大底的纹路也都是由这种一个个的同心圆组合而成的。这样的同心圆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棒的，这一点在之前的 KT8 身上就已经得到了证实，这一双鞋身上也同样如此。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它能够拥有非常出色的抓地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都能够踩得很实，在做动作的时候，脚底下会很有信心。不过由于前掌的纹路略微有一些密集，它在吸灰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还是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而作为一个一直在春夏季推出的鞋款，大部分选择这一个系列的朋友，其实更多的还是为了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的。但是这一代的水花五代在耐磨方面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硬度只能够达到60左右，偏软的橡胶加上它比较细也并不算深的纹路，即使面对室外的塑胶场地，它也并不能做到游刃有余的一个水平，更不用说水泥地了。如果你想选择它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你就要做好它不是那么耐磨的心理准备。在中底方面，依旧使用了 A-Flash Edge 的框架，加上前掌内嵌式的氮气，中底的重心控制的比较低，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兼具，并且球鞋在前掌有一点点内扣的现象存在，在突破发力的过程中，前掌会有比较明显的往内侧引导的一个力，突破的感觉十分出色，中底也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出现，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A-Flash Edge 的调教属于比较偏韧的那一种，在脚感方面非常不错，不会有像前几代一样板砖的脚感。最主要的一点是它在缓震方面的表现也完全够用，即使单纯用脚后跟着地，震脚的感觉也比较轻微，对于小快灵的球员来说绝对够用。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还算合理，虽然略微有那么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但是感觉并不是特别明显，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基本上没有影响。习惯使用前脚掌或者是全掌跑动的朋友都可以选择它。而中段大面积的 TPU 键能够非常好的衔接球鞋的前后掌，前后掌的过渡非常丝滑，跑动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在中底方面的体验，相对上一代来说进步的确是非常大的。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它在中底的舒适性方面，水花五代将中段 TPU 材料的硬度明显做了降低，之前的2代在穿着时间长了之后，它中足部位的硬质 TPU 片会给双脚带来明显的不适感，而这一代身上则完全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这一点我甚至是觉得这整一双鞋身上进步最大的一个地方。球鞋的鞋面使用了大面积的尼龙编织材料，加上小部分的皮质材料组合而成，在整体的强度方面表现十分出色，并且它在鞋头、鞋身侧面以及鞋舌部位都做出了大量的网眼，让它在整体的透气性方面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即使是夏天穿它也完全不会出现捂脚的现象。不过由于鞋舌做的略微有点偏薄，系紧鞋带之后，它的鞋带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种勒脚的感觉，这一点的体验并不是特别好。这次水花五代的鞋楦依旧属于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它的内长会明显有一些偏长。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窄的朋友，在选择鞋码的时候一定要选小一码。脚型偏宽的朋友，我还是建议你们先去试穿一下，再决定是否要购买。系紧鞋带之后，球鞋在全方位的包裹都非常出色，再加上中足部位的这一条绑带拉紧贴上之后，在中足部位的锁定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但是它的整体包裹相对来说
是比较生硬的那一种，并不像哈登7一样能够提供给你那一种非常舒适的包裹体验。当然，这两双鞋之间的差价还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我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水花5代的包裹体验是非常生硬的这一种，体验并不是很好。如果长时间的穿着，脚在鞋内会出现明显的这种血液不流通的感觉，穿着时间长了，甚至还会出现双脚发麻的情况。当然，这个情况在之前的几代上面也是存在的，这一代第5代的水花在这个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明显的提升。当然，这一双鞋也跟之前几代一样，如果你不喜欢中间部位的这一根绑带，你也可以把它拆下来。拆下来之后，其实对于它整体包裹的影响并不会特别大，它依旧可以拥有出色的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在变向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高强度的鞋面材料加上它侧面大面积的中底橡胶上扳以及 TPU 加强，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牢牢地兜住你的双脚。在足弓处也做出了明显的上扳和加强，在足弓支撑方面也完全没有问题，并且中足的这一块 TPU 键也非常好的起到了提升球鞋整体刚性的作用，也让这一双鞋在中底的刚性以及球鞋整体的抗扭性方面都得到了保证。后跟处的鞋面也做出了明显的加强，在内部也置入了硬度比较不错的港宝，让它在后跟处的支撑也得到了保证。水花5代的整体支撑抗扭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也完全没有问题。球鞋的大底非常宽大，并且在前掌做出了明显的外扩设计，中底的重心也比较低，这些都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有着不错的表现。不过后跟处的这一个大底外形是偏向于弧形的，再加上它后跟比较偏软的这个中底调教，对于脚踝力量不够出色的球员来说，它并不是那么的友好。可能你们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在落地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当心一点。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水花5代重量是368克，重量表现也还算不错。但是它的重量分布比较集中于它的下半部分，所以穿在脚上的存在感它依旧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再加上它这一个比较生硬的包裹体验，穿在脚上并不会有那种很无感的感觉。但是总体来说，它在重量方面控制的还是非常棒的。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这一双鞋现在300左右的价格，你还要什么自行车啊？这还是刚发售啊，等到618的时候，估计都能到200以内了，这谁顶得住啊？小快灵的球员，这一双鞋现在也完全可以冲，当然等档也永远不会亏。这一双鞋的灵活性、反应性、场地感、包裹、支撑、抗扭表现的都非常棒，当然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第一点就是耐磨不是特别出色，毕竟水花这一个系列一向来定位的都是比较偏向于外场的，不耐磨这一点真的是有点难受。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包裹舒适度并不是特别好，它的包裹依旧是比较生硬的那种死紧的包裹体验，在穿着的舒适度方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进步空间的。那如果你是小快灵的球员，打球的场地一般来说都是在室内，或者时不时的去打一下室外的塑胶场地，对于耐磨并不是特别在意的话，那这一双鞋还是比较适合你们的。我觉得这一双鞋在这个价位段非常具有竞争力，毕竟一上来就3开，而且性能也还比较不错，还是一个新款，这确实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这一双鞋是偏大一些的。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大家有空来做 ，peace。